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频道的第一款音箱侧拆来了，就是这个漫步者 M230便携式蓝牙音箱。这个音箱在各大平台销量都是很不错的，咱们今天就是对它做一个测试拆解，测了就知道它的音质好不好，拆开看看就知道它内部的做工用料好不好。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们，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数码配件产品的测拆，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外观。我这个漫步者的 M230是贝母白色，整体白色的主色调，摸上去有一种皮质的感觉，金色的线条勾画出产品的外观，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档次。抽出内盒，内盒也是白金的配色，盖子上还有海绵作为缓冲保护，避免音箱在运输途中受到磕碰。音箱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这是侧面的一个配件盒，里面有一包干燥剂，说明书一份，这一根是音箱的充电线一根。拿出音箱本体，一股清新复古的气息扑面而来，用3个词：时尚、雅致、复古来形容它的外观，一点都不为过。音箱整体贝母白色的树皮材料，音箱外围采用木质结构，视角采用圆角的设计，底部4颗硅胶材质的缓震脚垫，用来抑制音箱的共振。跟外包装一样，把金色作为辅助色调，整个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正面反面的喇叭单元网罩采用的是金色白色丝线编织而成，复古的造型非常有辨识度。这个音箱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一排按键，远看的话，这个就像70、80年代的一台收音机一样，按键的触感清脆，手感也很不错。功能图标标识清晰明了，控制音箱电源的开关、蓝牙连接、播放暂停以及音量的大小，这个很容易上手的。音箱的背面则提供了 TF 卡槽、3.5毫米音频输入口以及 Type-C 电源数据接口，一方面可以满足 3.5 接口模拟信号的直接输入，另一方面支持 TF 卡的文件播放，还可以通过这个 Type-C 接口直接连接电脑，充电的同时当做电脑的一个音箱来使用。音箱的整体重量778克，1斤半多一点。整个音箱的大小的话，也就跟我一个手掌大不了一点点。音箱的前面是配置了2个48毫米的全频喇叭单元，这个我们后续拆开的时候到时候再看。背面搭配大尺寸的被动辐射器，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体积虽然小巧，但是能量是非常足的，声音很宽广。音箱的内核采用的是 DSP 数字音频技术，精细控制声音的每个细节，支持高达23瓦加23瓦的功率输出，即使音量大，它也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内置蓝牙 V5.0 版本，传输快，功耗低，并且抗干扰，续航能力非常的强。内部用了2节2600毫安时的大容量锂电池串联，满电的状态下，蓝牙播放时间可以达到9个小时，支持各种各样的输入模式，满足各种使用场景的需求。说了这么多，还是让大家实际听听它的声音吧，然后我们把它拆开，让大家看看它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的情况。
听完我们刚刚实际录取的这3首的试听音乐，我确实是被这一个小身躯它所迸发出来的能量惊艳到我了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小的身材，声场竟然可以这么大，特别是最后一首那个吉他音乐跟原音是差不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音箱全部拆开，让大家看一看这一个漫步者 M230 它内部的构造。首先我们就是拆这一个面罩，喇叭网罩做工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内部的塑料是蜂窝状的一个结构，6颗橡胶钉固定在这个音箱上面，这上面就是2个48毫米的全频单元。我们现在就是把后面这个网罩给它取下来，做工跟前面网罩是一样的。这后面就是2个辐射单元，它的大声场的话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找了半天这个螺丝原来是在这个网罩的固定座子里面。我发现这个后面板它也是采用的一种塑料的材质，这个也是要起到一种缓震的作用。这里面是一层钢板，然后外面注塑一种很软的塑料，这种做工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啊。这2个辐射盆跟这个是一体成型的注塑的工艺做出来的。后面的扩展接口接到主板内部，这个排线上面也有缓震泡棉，一方面可以吸音，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起到缓震的作用。前面的喇叭单元部分，看这个是一个整体啊，这个白色的就是内部的吸音棉，这排线上面全部都是用胶固定的，防止震动的时候松脱。这个胶水的粘性是特别好的啊，把这个排线粘得非常的紧。这个是电源的排线，这一个是前面板控制按键的排线，这内部的排线上面都有缓震的泡棉，这就是好音箱内部必须有的东西。电池模块非常厚实的塑料，这是一个电池模组，18650的电芯，这个是连接喇叭的2根正负极线，这上面全部打有胶水，防止长时间工作的时候这个焊锡产生脱焊的现象。喇叭的正负极线我们都把它取掉，把这个主板拿下来，这就是这个漫步者 M230 的主板。卸掉这个按键背板上面的3颗螺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按键的这个 PCB 拿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键做工，按压效果是非常的清脆的。这个面板上面一样的有缓震泡棉，线材的焊接处都打有胶，包括这个上面也有白胶进行固定，防止震动。按键这个内部还有胶垫垫在上面，这个是橡胶垫，增加这个按键反馈的一个效果。它是通过这个内部塑料片进行一个机械式的下压的一个动作，触碰主板上面的按钮。这个不是一个按钮，但是它是起到衬托作用的。这里有一个灯光映射的一个区域，漫步者的一个 logo， 很容易把这个直接给拆断。这一边有颗螺丝，然后反面还有2颗螺丝。这就是这个蓝牙音箱的按钮部分，每一颗按钮它都是按压上去的，设计的非常的巧妙。2个48毫米全频单元，这2个单元的重量就是132.6克。这2个喇叭拿在手上是很有分量的，固定喇叭的一个支架，每一个支架的脚位上面都有2个加强筋，这是为了防止音箱产生共振做的一个加强设计。好的音箱才会做这样的设计啊！取下这上面2颗螺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扩展模块也把它取下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PCB 的厚度，就知道这个做工好不好了。这一块就是扩展模块的一个固定座，卡在这个辐射器后面的。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辐射器单元的一个细节，这是一体注塑的，内部是钢板，箱体是木质结构，做音箱最好的一种材料，高密度板。非常扎实的壳体，这就是拆下来的这个音箱的一堆配件。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主板，我们现在就是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板的架构。首先是供电部分，2颗18650电芯串联成一个模组，来自成立于1999年一家致力于电池及配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东莞金赛尔电池，电池容量2600毫安，拥有高达9个小时的连续播放续航。一颗4印 BBW1 的芯片，实际型号 M11501，来自创立于1999年一家专业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及销售的企业南京威盟电子。这是一颗应用于5伏 2.1 安电路的 USB 高侧线流负载开关，用于 Type-C 接口充电保护。2颗4印 S3 的整流二极管，用于电流整流。2颗 MLCC 陶瓷电容，用于输入电流滤波。这一颗芯片4印 BNJ，实际型号 MP2672，
来自成立于1997年，专注于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销售的公司美国 MPS 芯源半导体。这是一款灵活的高度集成开关电池充电器 IC， 无需采用外部采样电阻，可配置充电电压，精度为 0.5%， 具备 IRC 接口，用于灵活的系统参数设置，拥有广泛的可靠保护功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这一颗贴片式电容规格是47微法，蓝牙25伏，用于供电滤波。适应 1R5 1.5 微亨合金电感，用于升压电路输入端的储能、蓄流、滤波。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蓝牙音箱的升压控制芯片，适应 12A2， 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高性能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产品研发设计与销售的芯片设计公司北京新洲科技。这是一款高功率密度的全集成升压 DC-DC 转换器，内部集成 MOSFET 的功率管，支持 2.7 伏到20伏的宽输入电压范围，最大到21伏的输出电压。MOSFET 的功率管的开关电流可高达15安，具备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一颗适应 3R3 3.3 微亨的合金电感，用于升压电路输出端的储能、蓄流、滤波。47微法，蓝牙25伏的贴片电容，用于输出再次滤波。适应 S1J 的线性稳压芯片，用于蓝牙芯片供电电路的稳压。一颗24兆赫兹的贴片晶阵，用于提供稳定精确的频率信号，保证蓝牙芯片的正常工作。这一颗是蓝牙控制芯片，适应型号 ATS2853，来自成立于2014年，主营业务为中高端智能音频 SoC 芯片的研发设计及销售的公司深圳巨星科技。这是一颗经典的蓝牙 5.0 方案的芯片，具备高音质、低延迟、多连接方式等特点。音箱外部的实体按键和扩展接口均由它来控制。这颗高性能的蓝牙芯片为音箱提供稳定的蓝牙链路，确保音频数据的稳定流畅。适应 LPSG 线性稳压芯片，用于 DSP 数字功放芯片供电电路的稳压。整个功放电路就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声道结构，左右声道用的元器件都是对称一样的。主功放芯片左右两路供电端，2颗贴片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蓝牙16伏，用于功放芯片左右两路供电和滤波。别看这2颗电容对整个音箱输出的音质影响大着呢。这就是这个蓝牙音箱的核心芯片——功放芯片，适应型号 AD82128，来自成立于1998年一家专业 IC 设计公司台湾的金豪电子。这是一颗第一类数字音频功放 IC， 能够驱动单声道1个50瓦的扬声器，以及双声道2个25瓦扬声器，内置多项音频处理功能，如音量控制、32个均衡器波段、音频混音、3D 环绕声和动态范围控制等高级音频处理功能。4颗适应100 10微亨的合金电感和这后面4颗贴片式 MLCC 电容，组成输出端 LC 滤波器电路，用于提升音频的质量和保护2个全频喇叭单元。2个喇叭单元采用的是全频单元，有厂家的适应信息。这2个全频单元的功率是10瓦，功放的输出功率是25瓦，可以轻松驱动这2只喇叭，给大家带来优美的音乐享受。经过参数分析、实际试听、上手拆解后，可以看出这个漫步者 M230 的音箱整体做工非常的扎实，在这个价位应付日常的音乐聆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我这种耳朵比较挑剔一些的，也是比较满意它的表现。扎实的音箱做工让这个小体积的 M230 有着如此强大澎湃的声场，在300价位段确实是很不错的选择。内部芯片用料基本都是一线的品牌，如果能把电容用好一点，那就朝着完美更进一步了。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